那天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我刚泡好一杯热茶，正准备歇口气，就看见小张推门走了进来。小张啊，我可太熟悉了，39岁的他，那身职业装一穿，显得格外高挑，脸蛋保养的也不错，走在街上，外表丝毫不输那些年轻姑娘。他在事业上那可是风风火火，自己开了家小公司，手底下管着10几号人，算得上是个女强人了。按理说，就他这条件，在婚恋市场上怎么也该是个香饽饽吧。可现实却挺残酷，她到现在还是个典型的大龄剩女。我干这婚恋中介的活儿也有些年头了，见多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，早就心里有数。像小张这个年纪的单身女性，找对象那难度可不小，还没等她开口，我就先给她打了个预防针，拉着她在沙发上坐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小张啊，姐跟你说实话，你这年龄啊，在相亲这条路上，多少会是个障碍。你想啊，你这个年纪的女性，感情经历要是少点儿，婚姻观念往往就比较高，眼光自然也挑剔些，容易对人挑三拣四的，这可不利于找对象啊。我本以为他听了这话，怎么也得沉思一会儿，或者跟我诉诉苦，可没想到他一脸自信，那眼神亮闪闪的，嘴角上扬着跟我说：丽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能做到的，凭你的本事，肯定能帮我找到一个合适的。看着他那副笃定的模样，我心里是既无奈又好笑，只能暗自叹了口气，想着那就再努努力吧。给小张安排的相亲对象是李先生，38岁，中等身材，模样虽说不上帅气，但也五官端正，属于那种丢在人堆里不太起眼的普通人。他性格直爽，干销售这行好些年了，整天风里来雨里去，跟各种各样的客户打交道，练就了一副好口才。不过这性格嘛，直来直去的，有时候说话容易不过脑子，优点和缺点都明晃晃地摆在那儿。好在人特别真诚，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实在人。总的来说，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完美，但至少是个有责任心、愿意为家庭付出的男人。我琢磨着，说不定和小张还挺搭。约好见面的那天，我早早的就到了餐厅，挑了个安静的角落位置，既方便观察他们，又不会打扰到两人交流。小张和李先生前后脚进了餐厅，我赶紧起身迎了迎，互相介绍了一下，就借口去旁边看看菜品，实则是给他们留出点独处的空间。然后找了个隐蔽的位置坐下，眼睛时不时地往他们那边瞟。毕竟小张之前跟我提过他的要求，那可不是一般的高。我心里明白，这初次见面妥妥的是一场考验双方的较量。待他们点好菜，服务员上完茶水，稍微寒暄了几句后，就进入了正题。大家吃完饭，刚放下碗筷，这场关于未来的谈判就正式拉开帷幕了。小张坐直了身子，清了清嗓子，率先开口道：李先生，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要求，毕竟咱们都不小了，有些问题得提早讲清楚。你说对吧？李先生微微点了点头。我坐在不远处，瞧见他的手不自觉地在桌下搓了搓，似乎有些紧张，声音带着点拘谨回应：好，您说吧。小张也不兜圈子，直截了当地说：第一，我希望你有一套在市区的房子，而且最好是新房，面积要大，至少得有100平米。你也知道，现在这社会有个安稳的家是基础，以后要是有了孩子，空间小了可不行。李先生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了一下，脸色微微变化，不过还是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嘴角扯出个略显勉强的笑。这个可以理解，现在很多人都有房子，你有这想法也正常。小张像是没察觉到李先生的细微变化，接着说道：第二，收入的稳定，至少年薪得有30万以上，不然我觉得我们2个人的生活质量没办法保障。我平时生活习惯了，吃穿用度都有一定的水准，总不能结了婚就降低生活质量吧。李先生这下忍不住轻轻皱眉，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略微有些不舒服的开口：收入这个事当然重要，可是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？3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，一般人哪能轻轻松松就挣到？小张一听这话，身子往前倾了倾，眼神带着几分急切的解释：你是不是不理解，30万真算不上高。
你看看现在的生活成本，物价飞涨，干啥不要钱？要是结婚后，我还要照顾家庭、带孩子，肯定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全身心投入工作。家里的经济重担不能只指望我一个人吧？李先生这下有些不满了，声音也提高了几分，略带挑衅地回道：“你这要求，不光是我，恐怕大部分男人都满足不了。你说你有车有房，事业有成，那男人就得有房子有钱，这才合适。感情在你这儿就只看这些物质条件。”小张脸上也闪过一丝不悦，连忙摆手：“不，我不是说一定要比我强，我只是希望你和我能够站在同一个高度，不能差太多。你自己都说了，现在大家都不容易，谁会愿意和一个拿不出手的男人过一辈子？这可不是我物质，是现实所迫。”李先生这下彻底忍不住了，噌的一下站起了身子，又觉得不妥，附而坐下，声音带着怒火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说的好像我什么都不行一样，你以为我在这儿等着你挑选吗？就算我现在年收入不到30万，但我可以给你安全感，给你照顾。我不差，只是我不愿意被你这样挑剔。”眼看着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快步走过去，插话道：“李先生，咱们冷静点，先听完小张的要求，再一起讨论。别着急上火，有话慢慢说。”说着，我轻轻拍了拍李先生的肩膀，给他使了个眼色。小张似乎也意识到气氛有点紧张，他轻咳一声，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第三，我希望你能接受我未来的父母住在我们家。我是独生女，父母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需要照顾，我没有办法不管。他们把我养大不容易，我得给他们养老。”李先生听到这话，明显有些愣住了，嘴巴微张，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，嗫嚅着：“这家里都住着你父母了，我还怎么有自己的空间？这日子还咋过啊？”小张直视着他的眼睛，目光坚定：“李先生，我就想找一个能理解我责任的人。我的父母不是负担，是家人的责任。你既然愿意娶我，就得认同这点。”李先生的脸色越来越差，涨得通红，额头上青筋都隐隐浮现。他猛地一拍桌子，大声吼道：“你是把我当成你家里的保姆和银行了吧？我都觉得自己没法呼吸了。你不仅对我有要求，连我家人的空间你也不放过，这婚还结个啥劲？”小张也有些生气了，眼眶微微泛红，声音带着委屈：“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他能理解。你不愿意，那我也不勉强。”此时，餐厅里其他客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，原本温馨的氛围荡然无存，气氛已经尴尬到了极点。李先生心里的火蹭蹭往上冒，他直接脱口而出：“你都39了，还敢提这么多要求？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女王？谁愿意忍受你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？你以为大龄剩女就能随便挑男人？你觉得自己有多值钱？”我一听这话，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，真的是想要跳起来发火。这说的是人话吗？人家小张有要求，虽说确实不低，但也不是不能理解。大家都想婚后生活过得舒坦些，可他这话也太伤人自尊了，太过分了。我赶忙上前一步，站在两人中间，打圆场道：“李先生，大家平心而论，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咱们不能光看对方的条件。小张的要求是有点高，但他也是有自己的理由和需求。你这话不太合适，咱们好好聊，别把场面弄得这么难堪。”李先生冷哼一声，扭过头去，语气依然不太好。“好聊，我倒要看看还能聊些什么。他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要钱有钱，还得我接受他父母住家里。这样的要求你觉得男人能接受吗？能行就行，不能行就滚，别耽误我时间。”有时候我们总是过于强调对方的条件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样样都要拿出来掂量掂量，反而忽略了彼此是否真心相待，是否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包容，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，一起承担生活的风风雨雨。其实这才是婚姻的真正意义啊！无论年龄大小，我们都应该有选择爱情的权利，但也要理解每个人在婚恋市场上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和挑战。希望每个单身的人都能找到那个对的人，在相处过程中多一些包容，少一些计较，多一些理解，少一些指责。
这样才能在感情的世界里找到真正的幸福。这路还长着呢，慢慢走吧。我也只能在这婚恋的道路上，多帮帮像小张这样的人，让他们少走些弯路，多些希望。属于那种丢在人堆里不太起眼的普通人，他性格直爽，干销售这行好些年了，整天风里来雨里去，跟各种各样的客户打交道，练就了一副好口才。不过这性格嘛，直来直去的，有时候说话容易不过脑子，优点和缺点都明晃晃地摆在那儿。好在人特别真诚，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实在人。总的来说，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完美，但至少是个有责任心、愿意为家庭付出的男人。我琢磨着，说不定和小张还挺搭。约好见面的那天，我早早的就到了餐厅，挑了个安静的角落位置，既方便观察他们，又不会打扰到两人交流。小张和李先生前后脚进了餐厅，我赶紧起身迎了迎，互相介绍了一下，就借口去旁边看看菜品，实则是给他们留出点独处的空间。然后找了个隐蔽的位置坐下，眼睛时不时地往他们那边瞟。毕竟小张之前跟我提过他的要求，那可不是一般的高。我心里明白，这初次见面妥妥的是一场考验双方的较量。待他们点好菜，服务员上完茶水，稍微寒暄了几句后，就进入了正题。大家吃完饭，刚放下碗筷，这场关于未来的谈判就正式拉开帷幕了。小张坐直了身子，清了清嗓子，率先开口道：“李先生，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要求。毕竟咱们都不小了，有些问题得提早讲清楚。你说对吧？”李先生微微点了点头。我坐在不远处，瞧见他的手不自觉地在桌下搓了搓，似乎有些紧张，声音带着点拘谨回应：“好，您说吧。”小张也不兜圈子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第一，我希望你有一套在市区的房子，而且最好是新房，面积要大，至少得有100平米。你也知道，现在这社会有个安稳的家是基础，以后要是有了孩子，空间小了可不行。”李先生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了一下，脸色微微变化，不过还是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嘴角扯出个略显勉强的笑。这个可以理解，现在很多人都有房子，你有这想法也正常。小张像是没察觉到李先生的细微变化，接着说道：“第二，收入的稳定，至少年薪得有30万以上，不然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没办法保障。我平时生活习惯了，吃穿用度都有一定的水准，总不能结了婚就降低生活质量吧？”李先生这下忍不住轻轻皱眉，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略微有些不舒服地开口：“收入这个事当然重要，可是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？3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，一般人哪能轻轻松松就挣到？”小张一听这话，身子往前倾了倾，眼神带着几分急切的解释：“你是不是不理解，30万真算不上高。你看看现在的生活成本，物价飞涨，干啥不要钱？要是结婚后，我还要照顾家庭、带孩子，肯定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全身心投入工作。家里的经济重担不能只指望我一个人吧？”李先生这下有些不满了，声音也提高了几分，略带挑衅地回道：“你这要求，不光是我，恐怕大部分男人都满足不了。你说你有车有房，事业有成，那男人就得有房子有钱，这才合适。感情在你这儿就只看这些物质条件，